在现代战争中，真正决定胜负的从来不是火力，而是节奏。谁能先掌握节奏，谁就能控制战场。今天的作战系统由卫星、雷达、通信链路和防空网组成，每一个命令、每一条数据、每一次判断都依赖时间。这意味着能让对手慢一秒的人就能主导战争。B2幽灵就是为这种战争而诞生的。它不是为了与敌机缠斗，也不是为了展示力量，而是为了让战争在开始之前就被迫停止。它不靠速度取胜，也不靠火力取胜，它依靠的是让敌人的判断慢半拍。B2是全球唯一现役的隐身战略轰炸机，它不只是轰炸机的一种，而是战略威慑体系中的一个独立层级。它存在的意义不在于摧毁城市，而在于摧毁决策，让对手在下命令前产生犹豫，让战争失去被引爆的条件。要理解它的力量，就必须先问一个问题：在导弹能打遍全球的今天，为什么世界仍然需要一架看不见的轰炸机？冷战后期，美国的战略力量陷入一种尴尬，导弹越来越多，威力越来越大，但可选择的手段反而越来越少。洲际导弹和潜射导弹的共同问题是，它们只能发射或不发射。一旦按下按钮，就意味着战争已经开始。它们无法被用来威慑、施压、探视、示警。美国很快意识到，这样的力量结构并不安全，因为战争并不是随时都会爆发，更多时候是对峙、试探、博弈。如果没有一种可控的威慑手段，就意味着国家只能在打与不打之间做选择，没有中间地带。这时，轰炸机的价值重新被定义，它可以飞向目标，也可以在最后一刻离开。它能逼近对方的边界，却不必真正开火。它能制造压力，却不引爆结果。对决策层来说，这种可控的压力比极限火力更有价值，因为它能让战争在临界点停下来，而不是被推向终点。然而，问题随之而来。到了80年代，防空雷达和导弹的性能已经让传统轰炸机毫无突防可能。无论是速度、航程还是投弹量，都不再是决定因素。能不能被发现，才是生死关键。于是，美国得出一个结论：要让轰炸机在未来仍有意义，它必须能消失在敌人的雷达系统里。B2项目的出发点正是如此。它不是为了突破，而是为了让敌人的系统根本无法识别它。这不是浪漫的构想，而是被战略现实逼出来的唯一选择。隐身不是选择，而是生存。很多人以为隐身就是让飞机彻底消失，但真正的隐身从来不是看不见，而是看不清。雷达的工作并不只是发现，它需要一步步建立信任链，先发现异常，再判断是不是目标，然后建立轨迹，计算参数，完成锁定，最后才会下达开火的命令。这是一条完整的反应链，每一步都需要花时间。而 B2的任务就是让这条时间链出错。它的飞翼外形能把雷达波引导到别的方向，稀波涂层能让反射信号变得极其模糊，飞行姿态和航线规划会让残余信号混入背景噪声中。最终结果不是看不到，而是看到了一团模糊的东西。雷达屏幕上出现一个信号点，太弱不像目标，太怪又不敢忽略。这时问题就出现了，要不要下令拦截？对指挥官来说，这一秒的犹豫往往决定了防空系统的成败，因为只要他犹豫，雷达就得继续观测，只要继续观测，链条就被拖慢，而一旦拖慢，拦截窗口就消失。在现代突防中，慢一拍就等于失败。所以 B2的隐身不是让敌人看不见，而是让敌人无法确认。它让整个防空系统陷入延迟反应，看到信号却不敢下令，看到异常却无法确认目标。结果就是导弹始终没能起飞，防空部队始终在等待再确认。B2的胜利不靠光学消失，而是靠摧毁对手的决策速度。它把隐身从一项材料技术变成了一种时间操控能力。真正的隐身不是消除存在，
而是让敌人的决定永远慢半拍。在所有飞机的外形中，飞翼是最极端的选择，它几乎没有机身，也没有尾翼，整架飞机就像一片巨大的机翼。这种设计带来两个极端的结果：一方面，它的升阻比极高，燃油效率好，内部空间充足，适合远程飞行和隐身布局；另一方面，它的空气动力学特性极其危险，没有垂尾就失去了方向稳定性，没有尾翼就没有自动修正能力。普通飞机受到气流扰动后会自行回稳，但飞翼不会，一旦姿态偏离，偏差会不断放大，几秒钟内就可能坠毁。几十年来，所有研究飞翼的国家都知道，这是理论上完美，实际上致命的设计。它像一头巨大的野兽，力量惊人，但无法驯服。真正让 B2 出现的不是结构突破，而是飞控系统的进化。B2 完全依赖电脑来维持飞行稳定，飞行员只负责航线与任务，姿态控制由电脑实时修正，机体上的传感器每秒采集上千次数据，飞控系统在毫秒级完成自动调整，任何微小的气流变化都会被瞬间抵消，这让不稳定的飞翼第一次可以安全飞行。B2 飞得稳，不是因为它天生平衡，而是因为电脑在不停纠正它的不平衡。从那一刻开始，飞翼从实验室走向实战，它的优势被彻底释放，更低的雷达反截面，更长的航程，更高的燃油效率，更大的载荷能力。过去的轰炸机靠结构稳定生存， B2 则靠算法生存。飞控革命让一种理论上的设计变成了现实中的武器平台，这不仅是飞行技术的突破，也是隐身工程能被真正落地的关键前提。B2 的隐身不是靠形状单独完成的，而是靠形状加算法共同维系。飞翼不再是噩梦，而是成为精准可控的工具。当一次真正的 B2 突防开始时，飞机还在机库里，战场的准备已经悄然进行了好几天。情报卫星和侦察平台先把对方的预警节点、雷达与通讯中继位置精确标定，网络作战部队同步在对方的信息链路里制造延迟和混乱，电子战平台在关键频段投放噪声，让本就微弱的回波更难以被分辨。所有这些动作不是为了一举摧毁某个设施，而是要把对方的感知变成碎片，把原本连贯的情报链条切成若干不一致的片段。当情报出现矛盾，通信出现延迟，屏幕上的轨迹先断后连，指挥中心的时间轴就被打散。面对一个模糊的信号点，负责下令的人不会也不能马上做出致命决定，他们要等确认，要等多元对比，要等更可靠的参数。B2 的价值就在这里，它不求彻底隐匿，而求在对方必须确认之前到达关键位置。它让敌人的判断进入一个持续等待状态。雷达看到了东西，但不确定；情报报告有延迟，指令链需要更多时间交叉验证。拦截系统因此被迫进入观望。现在防空依赖的是时间协同，一旦时间线路被扰乱，武器就失去精准意义。B2 通过协同的预处理，把原本需要秒级完成的识别与决策拉长为分钟级的犹豫。对手最终面对的是不断堆积的疑问，而不是明确的威胁。在这种状态下，拦截导弹往往还在发射准备环节，或者被勒令等待更多情报，结果就是拦截窗口关闭，目标已越过。从战术层面看， B2 的成功不是单次突破，而是系统性压慢对方的反应。从战略层面看，这种能力等于剥夺对手在临界时刻的主动权。它穿透的不是雷达阵列，而是对方在时间轴上的判断能力。当判断被延迟与分裂，整个防空体系就只剩下噪声与犹豫，而非可执行的防御。当你把 B2 放到地图上，它看起来像一把终极工具，但把它放到现实决策里，它更像一枚高风险棋子。B2 能做到很多武器做不到的事：深入、精确、制造时间差、改变对手的判断。但这些能力同时带来3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限制：稀缺、代价、后果。首先是稀缺，服役数目从最初计划的大量生产缩减到20余架，任何一次出动都在消耗一种可信度。一旦频繁使用，
这种威慑就会被削弱。一旦在行动中出现失误，整个隐身体系的威慑力都会受损。其次是代价，每次任务背后是一条长而复杂的保障链，维护、情报、电子战、空中加油、后勤与保密，每一步都耗费资源并增加暴露风险。最后是后果， B2 的出动本身就是政治语言，它在传达一个信息，事态已经严重到需要最高级别的介入，这会把冲突推向更高的紧张度，决策者必须承担不可逆的政治与军事后果。因此，使用 B2 不是一项常规选择，而是一种战略计算。它的最佳状态不是不断出动，而是存在即威慑。对手只要相信它可能出现在关键时刻，就会在许多拐点选择退让或慎重。正因为如此， B2 的价值更多体现为潜在性，而非实际出击次数。这也是为什么继任的方向不是制造更多的同类孤峰，而是把隐身能力变成可以被更大规模、低风险的运用的体系。B2 证明了隐身的效用，下一步要解决的是如何把这种效用转化为可持续、可重复、可网络化的能力。B2 是冷战末期的产物，它生于极端对抗的年代，也因此被塑造成极限形态。它的存在证明隐身轰炸机是可行的，但也暴露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：它太孤立。B2 代表的是平台中心化的突防逻辑，一架飞机承担全部的渗透、隐身、打击与威慑任务。这种模式在1990年代有效，因为那时的战争仍是单向穿透，敌我双方的防空体系尚未形成全域联动。但当进入信息现代化时代，雷达、卫星、数据链和无人侦察平台把战场变成透明网络，单一隐身平台再强，也难以同时应对海量传感器的复合探测。真正的威胁不再是我一架飞机能穿过去，而是我的整个体系都能让你算不准。这就是 B21 出现的原因，它不是为了取代 B2， 而是为了把隐身突防变成一种可被规模化、常态化的能力。B2 靠极限性能取胜， B21 靠极限协同生存。新的构架让每架 B21 不再是单机作战，而是整个空中网络的节点。它能与卫星、无人机、电子战平台和导弹系统实时共享数据，甚至能由 AI 决定航线、任务优先级与目标切换。隐身从此不只是形状的问题，而是数据流的一部分。如果说 B2 是看不见的拳头， B21 就是看不见的网络。它的意义不在于更快、更远或更隐，而在于让隐身作战成为可以被复制、被持续使用的能力。B2 的使命是证明隐身能改变战争， B21 的使命是让这种改变成为日常。从孤峰到体系，从极限性能到极限协同，这就是隐身时代的真正继承。B2 证明了一件简单但关键的事实：能改变战争节奏的，并不一定是更大的炸弹，而是能让决策迟疑的能力。它用隐身把时间变成武器，让对手在看见与确定之间耗尽可用的反应窗口。正因为如此， B2 是战略体系的一部分，而不是单纯的战术工具。时代并没有在这里停下，传感器密度上升，数据链路更快，作战正朝着多域网络化方向演进。单一孤峰式的隐身平台难以满足常态化出动的需求。B21 的设计逻辑正是对这一现实的回应，不是把一架飞机做得更厉害，而是把隐身能力做成可规模化、可联动、可持续运用的体系。这意味着两个转变：一是从平台隐身到体系隐身，二是从偶发突防到持续制造时间差。未来的威胁不再依赖少数稀缺资源的偶然出现，而是依赖能在多个节点同时压制对手理解能力的网络能力。换言之，隐身不再是材料与形状的问题，而是数据、协同与频谱控制的问题。但无论技术如何演进，核心判断不变。真正的优势来自于谁先掌握节奏。武器能改变地图，但掌握节奏的人能改变决策的条件。B2 的价值在于它让世界在关键节点上多了一次停顿的可能。它的继任者要的是把这种停顿变成可复制的操作能力。当黑夜仍在，当阴影继续在夜空掠过，
战争的规则也在悄然移动，能看见威胁的人未必能赢，能让对手无法做出确定判断的人才握有真正的主动权。